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还是来说 Comp UI 的相关内容。上一期的话，我们主要说纹身图以及纹身图相关的一些节点。今天的话，我们就说另外一个，就是图生图以及图生图相关的一些内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还是直接打开我们的程序，双击启动，这样我们就打开了我们的绘制界面。然后我们今天做图生图流程啊，首先呢，我们其实需要搭建一个纹身图的流程，然后再去做修改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就稍微加快点速度。模型、采样器，然后中间呢连两个文本编码器，一个是正面，然后另外一个连的是负面，绿色代表我们正面，红色代表负面。那我们同样需要增加一个翻译节点，翻译文本。这边我们给它转换文本为输入，然后把它连起来，然后呢把它收起来。然后这边我们接着连 VE 解码器、图像预览节点，这边还有一个 VE 我们单独接一个 VE 加载器。这边我们还需要接一张空白的画布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纹身图的一个流程。然后今天我们说图生图呢，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加载的图片呢，然后来取代这张空白的画布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来加载一张图片，就有个加载图像，然后我们把图像加载上来。然后这个呢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，我们还是用这个，还是用这个吧。现在我们的目的呢是拿这张图像，然后来取代这个空白画布，然后让它在我们这张图像上面去进行绘画。那么这边的话，我们图像直接连出来，这边有个编码器，然后我们直接连上来，这边也得连一下，这样把它连一下。这样的话，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最简单的图生图流程，然后就是这样的。然后我们先来运行一下，这就是我们图生图的结果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因为这边我们出的图呢跟我们这边并不像，然后这个是我们也没有调整这个采样器，我们来调一下。然后呢，下面选择降噪，降噪我们稍微低一些，0.7然后我们再来运行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这张图呢就跟我们这个之前的这个原图呢是一样的，它是照着我们这个原图，然后进行了一部分重绘，然后出来这样的结果。它这个重绘的结果还挺漂亮的。这张图片我们可以保存下来，就如果大家需要的话，可以这样去保存。这是我们这个最基本的流程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把它修改一下。刚才这张图大家仔细看一下，在这边呢手部是出现了一些问题。这个情况呢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写这个负面的提示词。负面提示词的话，它这个 Comp UI 有一个比较好用的用法，它就是你打个 EM 就可以了。只要你下载过这种模型，防止这种手部啦、脸部崩坏的这种模型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从这个提示里面直接去选。比如我这边选个防止手部崩溃的这样一个模型。这样的话我们再来运行一下。大家可以看，这个好像还有一点问题啊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其他也打上，可以多搞几个。或者这边你有合适的这种负面提示词的话，你也可以自己洗。反正我们最终的结果，我们就是想让它不再崩坏。大家看，现在这个图相对来说就可以了，保存下来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呢，给你的图片添加一个遮罩，然后把这个收起来。这边有一个遮罩，然后你可以指定一个区域进行重绘，而不是对整张图片进行重绘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这边编码器肯定是不能用，我们需要改一个别的编码器。这边有一个内部编码器，然后我们就使用这个内部编码器，然后这边连起来。VE 这边也是连一下这个 VE。这边有个遮罩，我们对这张图片呢进行一点点小小的处理。然后这个处理遮罩呢有两种方法，第一种的话就是鼠标右键，这边有个遮罩编辑器，我们来打开，然后你在这上面直接涂就行了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想画这个裤子，我们把这个裤子勾一下，稍微画出来一点点没有关系，不需要那么太精准。然后我们点这个保存，这样的话它为我们生成了一个遮罩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遮罩到底是什么样子，然后看看是不是我们想要的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添加一个遮罩的图像，然后图像呢，我们先来预览一下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你生成的这个遮罩最后是个什么样子的。当然，我们这边需要把它连起来。然后大家来看一下结果。大家看我们这个遮罩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看一下最终的结果是什么。大家看这边裤子已经被替换掉了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一次。它的裤子这次不太好，它这个有一些随机性在里面，所以我们需要去重复去运行，直到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同样可以添加提示词，比如我们这边光色、短裤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，大家看到是吧？黄色的。然后这边呢，它的语法跟那个 SD 没有什么区别。比如我们这边再给它加一个
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大家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图了，黄色和红色短裤，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。然后这边这个遮罩延展60默认值我们可以适当的通过把这个值适当的放大一点，然后可以让这个最终替换结果呢看起来更柔和一些。好，我们重新来运行一下。好，我们大致上就是这样的结果这就是它这个遮罩的一个用法。然后呢，这边遮罩的这个处理呢，它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，就是我们通过 PS 来处理这个遮罩。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 PS。然后选中这张图，然后我们拿这个工具把它画一下。因为我这边只做演示，所以我这边就不去做太细，然后我就直接把它包起来就行了。整体是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需要做的就是把它删除掉，把它删成这种状态，然后就可以了。这个代表我们的遮罩。然后导出 PNG。好，然后我们搬回来，刚才那张图把它加载进来，然后这是我们加载进来的这个图，然后我们来运行。大家看一下它的结果呢，跟我们之前的结果没有任何区别，它们两种方式处理出来的遮罩效果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遮罩节点，叫外部画板，它呢是用来实现一个区域性的一个遮罩，通过这个参数，然后去控制这个遮罩范围的一个大小。我们先来连一下，然后图像我们需要连到这个编码器上，然后这个遮罩把它连到遮罩上。然后我们这边为了看到这个遮罩的样式，所以我们这边需要去调整一下，把它连到这边来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生成的这个遮罩，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范围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来运行一下，它这个左呢这边有一个120，我们顺便改一下这个值，左改成0，上呢改成64，右0，下改成64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数值它分别代表什么意思，然后来运行。好，现在大家看到了，这是它生成的遮罩，它这个遮罩的样式大家就可以看出来，上面这个有个白边下面有个白边，它们的宽度呢分别代表64，这就是这个参数的一个意义。因为我们这边遮罩本身的一个定义就是白色区域会被重置，黑色区域保持不变所以这样的话，大家看我们最终生成的这张图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区别就是它这个上面这个部分呢已经不一样了，它对上部分区域进行了重绘，下面这部分区域呢它也进行了重绘。大家看下面这边是有草的，原图这边呢是没有这个草地的，这是进行了重绘。当然我们为了效果更明显一些，我们可以调得更大一些，128。这样的话我们来重新运行一下，大家看这边这个边宽度更大了，这样的话会对这个上面和这个下面然后进行一个重绘。这张图就非常明显了，上部分下部分全部进行了重绘，跟我们原图的一个区别已经非常明显了。这个呢是外部画板。今天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就说到这儿吧，然后剩下的我们就下期再说。大家拜拜。